上周五傍晚5點55分，北京国贸晚高峰，這是这座城市一周里最堵的时刻。就在这个点上，一架白色小飞机阿若拉 SA60L 出现在了 CBD 的天上，咣的一声，它一头撞在528米中国尊东侧的高层外墙上，当场解体。后来在网上疯傳的現場視頻裡，大家看到機身碎成大大小小的碎片，連機尾都被整個甩了出去，殘骸劈頭蓋臉砸向樓下的馬路和東門雨棚，雨棚騰起火苗，黑煙貼着北京第一高樓的玻璃幕牆往上爬，大廈東側高層的幕牆被撞碎了好幾處。這架飛機是阿若拉 SA60L 單發雙座螺旋槳，你可以理解成一架飛天老頭樂。當天下午5點半，它從平谷石佛寺機場起飛，按計劃10分鐘後就該落地了。可它一偏，調轉機頭朝西，直奔北京市中心，無線電信號在東五環附近掐斷，公司再也沒聯繫上它。從起飛到撞樓25分鐘，25分鐘裡，它橫穿6環、5環、4環，扎進了全中國管制最嚴的一片天空。再往西6公里就是中南海。第二天，幾輛專盯低慢小飛行目標的警用雷達車悄咪咪停到了中國尊樓下，之後就是大家熟知的全網刪帖了。一直到昨天，事發第6天了，朝陽區政府的第2份通報才出來。我給大家念一下啊，駕駛員劉某某，66歲，離異獨居，通報說他長期失眠焦慮。這事兒最後的定性是因個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帖子你能刪，通報能發，可人心裡的疑問你怎麼刪呢？北京頭頂那張網可是刻了幾萬億真金白銀充值出來的頂級防空體系啊，一套防得住世界末日的系統，面對一架又便宜又慢連武器都沒有的小飛機，怎麼就愣是沒防住？咱首都這防禦體系怎麼這麼菜啊？大家好，我是衝塔小能手張狗剩，今天咱們就聊聊首都北京的防衛體系，以及回答大家最想了解的那個問題，為啥北京的防禦系統防不住那架小飛機？好，我們開始。北京的第一道防禦圈不在北京，甚至不在中國，它在距離地面36000公里的太空。當然，它的假想敵也不是那個飛天老頭樂，它主要是為了防世界末日的。中國在太空有10幾個盯着地球導彈發射的衛星，官方新聞裡管它們叫通信技術試驗衛星，代號 TJS 系列。在西方情報界，它們有一個綽號叫火眼。火眼在漆黑的深空裡只捕捉熱斑，只要一枚洲際彈道導彈破蓋而出，巨型火箭發動機噴射出幾千度的高溫尾焰，在火眼的高敏紅外探測器裡，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了。五角大樓的內部評估報告給中國這套系統算過一個反應的時間窗口，90秒。只要你那兒導彈一點火，火眼能在90秒內精準鎖定，並在3到4分鐘內把末日警報直接傳進北京西山的地下指揮中心。警報一響，地面的戰略雷達網就瞬間接管了。在中國邊境的荒野和山巔上，趴着4座10幾層樓高的巨型陸基相控陣戰略預警雷達。黑龍江雙鴨山的那座雷達盯着美國阿拉斯加洲際導彈井，還有朝鮮半島和日本本土。新疆庫爾勒的陣面則往西看，幾千公里外，印巴和中亞的動向都在他的眼皮底下。浙江臨安的那座則盯着南邊的南海和關島美軍基地。山東沂源的山頂原先它只有一面，指向正南，盯住台海還有沖繩的美軍第一島鏈基地。但這幾年，它的側面新建了第2副天線，朝東北盯韓國、朝鮮、日本橫須賀、俄羅斯遠東。但這4座巨型雷達防的是末日審判，它們的天線波數掃得太高太遠。這裡有一個物理學上的死穴，地球是圓的，但雷達波是直的呀。雷達看得越遠，它的波數離地面就越高，這就天然在遠處的低空留下了一個雷達根本照不到的死角。一旦強敵派出戰術隱身機或者低空巡航導彈越過這道大國邊疆，這種戰略望遠鏡就還得把雷達坐標的接力棒交回給更近的北京家門口的貼身侍衛。在北京周末，你要是去門頭溝的靈山、妙峰山徒步，或者去懷柔爬野長城，偶爾抬頭，可能會在那些常年雲霧繚繞、不通公路的山頂，看到一個個巨大的白色雷達球，那裡面有專門盯着常規空襲和隱身戰機的戰術雷達網，比如專克 F-22的 YLC-8B， 還比如號稱隱身飛機殺手的 JY-27 微米波雷達。聽到這兒，你是不是覺得坐在2環裡喝着豆汁的爺們非常安全？但在雷達屏幕上看到一個亮點，跟你能用導彈把它打下來是不一樣的。咱們就拿米波雷達來說吧，它能逮住隱身機，但它角分辨率很差，也就是它的視力很廣，但很糙。它能告訴你正前方500公里有個隱身目標，但給不出精確的3維坐標。這就好比朝陽大媽告訴你朝陽區有個壞人叫吳謙，但死活給不出具體的門牌號。這套系統實戰成果也不咋地，在19年1月就被以色列空軍炸過一次。
據以色列方面消息，當時敘利亞防空兵在大馬士革國際機場花重金部署了中國造的 JY-27反隱身雷達，正指望靠它來抓以色列的 F-35隱身戰機呢。結果空襲當晚，以色列不講武德，沒按套路出牌，他們連金貴的隱身機都沒出動，直接派了一堆常規的 F-16戰機，掛滿電子戰吊艙，對着雷達開啟了電磁干擾。米波雷達為了抓隱身機，網太大，結果把遮天蔽日的電磁噪聲一股腦全吸了進來。好比你黑夜裡在路上走，為了看清對面的來車，把眼睛睜得大大的，結果對方來車開了超強遠光，一直晃你的眼睛。敘利亞操作員眼前的控制屏幕瞬間糊成了一片，還沒等他們從致盲的蒙圈裡回過神，以軍的德利拉精確制導炸彈就已经砸了下來，來不及撤退的中國雷達像個活靶子一樣被當场炸成了廢鐵。當然了，這場遠在中東的爆頭慘劇，鍋不能全扣在中國雷達頭上。敘利亞買的只是減配的外貿版，而且把它單獨來用，孤零零扔在陣地上死扛。在正牌解放軍的手裡，雷達身邊都捆綁着大功率的電子对抗車和密不透風的近防火力網，誰敢用大功率電磁波晃我的眼睛，誰的輻射源坐標就會暴露在紅旗導彈的槍口下。不過戰場上沒有不破的盾，萬一雷達出現失誤，北京的防禦體系就必須退守最後一道物理死鎖，就是讓領導先走，導彈馬上要來了，為了保住領導們，就得深挖洞了。現在我們直奔北京西北大約20公里外的西山，那裡在幾百米厚的花崗岩底下藏着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在16年那會兒，萍萍還身着迷彩親臨視察過。這個指揮部位於地下100米，從2013年起，很多全軍大演習就是從這裡發指令。這地方有多大呢？根據地質學研究，西山國家森林公園底下是世界上埋藏最深的石灰岩喀斯特溶洞群之一，溶洞延伸超過2000米，理論上夠100萬人使用。這兒離中南海只有20公里，真到最危險的那一天，最高領導層能從中南海地下坐着列車過去。中南海這套系統我之前做過節目，大家可以去看看。西山底下是一套自給自足的生態系統，抗震的柴油發電機隨時待命，排烟散熱經過紅外和微塵過濾，不在地表留下任何能被衛星看見的热痕，再配上能濾掉核輻射尘、化學毒剂的空气净化裝置，就算成千上萬名核心指揮人员跟外界隔绝，也能连續活上好幾個月。在你挨了第一波饱和和打擊之後，哪怕整個地表已化成最後生還者那樣的废土輻射世界，中國核心指揮層依然能親自領導、親自指揮接下來的行動。只要那串同歸於盡的核反擊指令還能通過超低頻長波天線穿透地壳，發給大洋深處的核潛艇和戈壁裡機動的導彈車，全球核威慑那個恐怖的平衡就不會被打破。講到這兒，你可能覺得西山幾十年前修的花崗岩護甲夠硬了吧？還真不一定，因為有一種武器正讓所有深埋的指揮所感到了超強壓迫感，那就是老美的 GBU-57巨型鑽地彈了。這個炸彈差不多13噸，6米多，全世界只有 B-2 隱形轟炸機扛得動，一架還只能塞2枚。美國空軍自己說了，它能鑽穿60米的一般介質。19年美軍就高調公開了測試視頻。去年6月22日，這把屠龍刀第一次出鞘了，行動代號午夜鐵錘。7架 B-2 一口氣投下14枚 GBU-57，砸向伊朗的福爾多和納坦茲的核設施。伊斯法罕那處埋得更深，改用了潛艇發射的戰斧巡航導彈。福爾多那座埋在地下80多米，包着抗壓非常高的硬岩層，甚至超出了 GBU-57的有效鑽深，就這也還是被炸了。所以北京怎麼敢把最後的家底壓在那座冷戰年代挖的只有100米深的西山老掩體上呢？所以還得建新的。去年1月31日，英國金融時報第一次爆料了北京西南方向大約30公里的房山區青龍湖鎮有一處超大型戰時軍事基地正在全速施工，5平方公里的範圍裡至少100台起重機在工作。衛星影像顯示那裡個區域在建好幾處地下設施，可能由地下通道連成一片。Newsweek 用商業衛星給出了數据，它占地大約6平方公里，相當於8個故宮。真要建成，面積至少接近五角大樓的10倍。情報社區判斷，它很有可能就是來接班那座西山指揮所的。把指揮部埋進幾百米深的花崗岩，保的是戰時的中樞不亂，但對於生活在地表，抬頭就能看見中國尊的北京普通人來說，頭頂上那張防空網怎麼運作才更重要。在好萊塢電影裡，敵機飛過來，防空導彈追上去，天上一道閃光，砰，爆出一團無害的煙花，地面上的人群相擁歡呼。但現實不歸好萊塢管，現實歸牛頓管。假如你看到一枚2噸重的紅旗9防空導彈在國貿 CBD 2000米的上空完美迎面撞碎了一架來襲的敵方隱身巡航導彈，咱攔截成功了。然後呢？然後
然後你得趕快跑啊，因為一场鋼鐵暴雨就會砸向晚高峰的3環路。敵方導彈那幾百公斤重的鈦合金發動機渦輪，咱們的導彈沒燃燒完的劇毒火箭推進劑，加上成千上萬塊以音速亂飛的彈片，會帶着恐怖的重力加速度，像一場隕石雨一樣，無差別的轟碎下方的玻璃幕牆、車流和行人。只要在市區上空開火，無論打沒打中，你都損失慘重啊！這個血淋淋的教訓，北京早在60多年前就領教過了。1959年10月7日，台灣國民黨空軍的 RB-57D 高空偵察機，仗着2萬米的高度，又來北京頭頂大搖大擺的拍照。那天中午，設伏在通州的解放軍地空導彈營長岳振華按下了發射鈕，3枚絕密的蘇制薩姆2導彈騰空而起，將敵機在平流層凌空打爆。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用地空導彈在實戰中打下飛機，戰果輝煌，全軍歡呼。但戰後的現場堪稱恐怖，很多塊飛機殘骸化作漫天火雨，散落在了方圓5-6公里。萬幸，當年的通州還是一片種玉米的荒地。但如果是今天的通州呢？如果是朝陽區呢？所以，北京防空圈的第一鐵律就是使勁往外推，向外延伸出800公里。最外圍的那一圈叫800公里超视距暗杀線。前面說了，地球是圓的，哪怕你把最大功率的巨型雷達架在燕山最高峰，面對一枚貼着渤海灣海浪，在15米超低空突防的隐身巡航導彈，你也看不見啊。為了堵死這個瞎子窟窿，北京把底牌搬到了天上。一旦進入戰備，空警3000預警機就會升空了。它就是這台防禦機器的全知之眼。數字雷達一開，它就像在漆黑的海面上點亮了一座空中燈塔，隱身目標瞬間裸奔。現代空戰最開始都不是戰機貼身肉搏了，空戰大家第一步都傾向於悄咪咪的，直接端掉敵人的後方的大腦和油箱，也就是躲在幾百公里外的預警機和加油機。只要把他們秒了，前線的敵方戰機就會瞬間斷網斷油，不戰而退。但要完成這致命一擊，需要上演一出默契的刺客探路，然後狙擊的劇情。隱身戰機殲20化身無形刺客，雷達靜默，然後悄悄咪咪摸上前線。他擅長隱身，但彈倉太小了，塞不下那枚長達6米的超遠程殺手鐧霹靂17導彈。於是，在悄悄鎖定敵方預警機後，殲20不會親自開火暴露，他會把坐標數據瞬間甩給躲在大後方的能裝大炸彈的殲16。殲16直接導彈噴射而出，竄入高空狂飆400公里，隨後化作隕石猛然俯衝，將笨重的敵方預警機瞬間爆頭，大腦一碎，前線的敵機立刻淪為瞎子和聾子，連防空圈的邊都摸不到，就只能絕望撤退。但如果強敵倾國而來，海上的網被撕破了，漏網的敵機逼近到300公里呢，這就進入了第2道防線了，地空狙擊圈。這時候，俄羅斯的 S-400和國產紅旗9B 這對門神接管了戰場，他們像長達7米、重達2噸的飛行電線桿，以6倍音速發射，接替戰機在太行山和燕山之間繼續撕碎來犯的敵人。而在更高的大氣層邊緣，還懸着專防末日武器的終極王牌紅旗19中段反導系統，它連炸藥都不帶，純靠一枚動能殺傷器，以每秒10公里的宇宙級高速，在茫茫太空裡用一顆子彈硬撞另一顆子彈，把俯衝下來的導彈直接物理撞成一團等離子灰燼。推演到這兒，似乎天衣無縫，但是最絕望的時刻來了，在以微秒計算的電磁飽和攻擊裡，依然會有漏網之魚。當幾枚隱形巡航導彈或者蜂群一樣的無人機真的躲過了一切遠程狙擊，順着山溝溝鑽進了北京6環，甚至逼近了3環 CBD 的天際線。得了，原本在千里之外長袖善舞的頂級防空網，到這兒算是被徹底逼入了絕境，只能在滿大街的鋼筋水泥叢林裡，在城市裡用重武器跟敵人貼身肉搏了。聽到這兒，北京朋友肯定要拍桌子了。哎，狗事兒，你別瞎吹了，什麼重火力，爺們兒天天在2、3環溜達，連個炮管子的影兒都沒見着。你沒見着就對了，平時那些10-20米長的大型重火力，全蟄伏在6環外的衛戍區基地裡。但你不知道的是，在衛戍區防空兵的絕密數據庫裡，北京市區每一座立交橋的承重底線，每一棟摩天大樓背後的雷達盲區，甚至哪條小巷的陰影能躲開天上的光學衛星，早就被工程測繪部隊摸得一清二楚。一旦西山地下的指揮所拉響紅色警報，幾十輛8輪重型越野底盤的防空戰車會順着全線戒嚴的環路狂飆突進，車一停，液壓直腿咔咔扎透柏油路面，光纜直接切入地下軍用專網，主打一個即插即用，只需幾個小時的夜色掩護，西直門橋下、金融街的陰影裡就會憑空長出一座座重火力要塞。這時候2個重要的防空系統該出動了。第一個，陸盾3000近防系統，把它塞進鬧市，就是給核心大樓穿上裝甲。它扛着11根30毫米口徑的加特林炮管，
一旦開火，噠噠噠，能以每分鐘10000發的恐怖射速向天空瘋狂打出烏合金穿甲彈，1秒鐘將近166發。這是用純粹的物理動能，在幾十米的半空中活生生砌起一堵3倍音速推進的金屬牆。任何钻進來的巡航導彈撞上這堵牆，都會像扔進破壁機的番茄一樣瞬間粉碎。第二個是吃透了烏克蘭戰場血淚教訓的 FK3000反蜂群系統，幾萬塊一架的低空無人機，用幾百萬的紅旗導彈攔，成本太高了。FK3000一輛車上密密麻麻塞了96枚便宜的微型防空導彈。它還能放出2台伴隨的无人導彈小车，躲在盲區搞伏擊。面對像蝗蟲一樣壓過來的廉價無人機，它瞬間就能用海量的廉價導彈反推回去，主打一個用魔法打敗魔法，用廉價绞殺廉價。現在火力全開了，大杀器都擺在街角了，是不是感覺安全感爆棚？可這反而是全北京防空指揮官最不想面對的時刻了。哪怕装備厲害，不到國家存亡的最後0.1秒，指揮官死活都不願按下那個近在咫尺的開火扳机。為啥呢？因為我們又繞回了前面那個無解的物理定律。陸盾3000只要開火短3秒鐘，500發致命的烏合金彈丸就會飛上天。即便它完美的在半空中切碎了目標，那接下來呢？那架敵機爆裂的半噸重發動機渦輪，連同剩下幾百顆沒有擊中目標，飛到拋物線頂端開始自由落體的穿甲彈，會像暴雨一樣砸向地面。一顆高密度的烏合金防空彈丸從3000米高空墜落，它的速度足以像切豆腐一樣砸穿一輛保時捷的車頂。如果是未爆的紅旗導彈呢？那意味着幾百公斤燃燒着的剧毒燃料和预制破片會直接潑灑在王府井的街頭。所以哪怕在渤海灣把戰機耗盡，哪怕在荒山裡打空所有的導彈，也絕不能讓市區的低空亮起哪怕一丟丟火光。天上的雷達和地上的防空網是北京防禦體系的物理外殼。下面講講實際執行防禦的人。北京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它是這個龐大國家黨政軍的絕对權力心臟。這個身份逼着他的防禦系統必須同時解答2道苛刻的生死題。對外是你怎麼在極短時間內防住突發的空中斬首，對內又咋保證這台握着重火力的大機器絕對忠誠，絕不走火。這2道題催生出了一套把軍事效率和政治安全同時幹到極限的防衛架構。我們來看北京的戰時防衛地圖，保衛北京的是互相嵌套卻又互不隸屬的3套班底。最外圍的銅牆鐵壁交給了中部戰區，一旦進入戰時警戒，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將全面接管華北大盤。他們手裡握着第81、82、83 3個重裝集團軍，他們任務明確，在6環外的高速節點和燕山山脈拉起一道火力隔離帶，在那兒防住敵人。但如果是幾十架無人機，或者像這次的運動小飛機一樣悄悄咪咪地鑽進了6環呢？天上的隱身戰機這時候是幫不上忙的，飛得太快，雷達往下看，滿是高樓大廈的地雜波，根本抓不住貼地飛行的慢速目標。這時候北京防禦網裡重要的一環，陸軍航空兵就該出來了。駐紮在京郊的精銳陸航直升機旅是天生克制低慢小目標的冷酷殺手。藤氏密集的鋼筋水泥是高空戰機的噩夢，但卻是武裝直升機的主場。警報一響，直升機會緊急升空，懸停在半空中，他們會掃描下方的街區，一旦咬死目標，直升機雙翼下的導彈呼嘯而出。要是離得更近，連導彈都省了，飛行員看哪兒，機頭下的機炮就打哪兒，在摩天大樓的縫隙間像手術刀一樣精準點殺。碰上那種幾公斤重的塑料無人机，直升機甚至連一槍都不用開，直接飛到它正上方，用旋翼刮起的气流就能把無人机馬上吹翻坠毀。既然陆航部队擁有完美克制低慢小目標的絕對技術優勢，這次攔截飞天老頭樂本該是他們手到擒來的簡單任務吧。但為什麼這把最鋒利的空中尖刀在面對扎向中國尊的小飛機時卻淪為了擺設？別急啊，我們接着說。中部戰區司令員的指揮棒一旦跨進5環就徹底失效了，因為在這裡盤踞着第2套防線——北京衛戍區。北京衛戍區到底是幹嘛的？如果拿古代做比喻，它就是御林軍，它地理上全在中部戰區的地盤裡，但戰區無權調動它一兵一卒，它是一根直接捅到中央軍委的獨立兵權。這支部隊手裡攥着幾萬精銳兵力，有重裝和快速反應的警衛師，連天安門廣場上走正步的3軍儀仗隊也是他們的牌面。平時北京城裡的核心黨政機關、通訊樞紐、水廠、電廠全靠他們守。前面咱們提到，只要警報一響，幾個小時就能在西直門橋下長出防空導彈要塞的，也是這支御林軍。一旦到了戰時，不管是頭頂上砸下來的空襲，還是地面的反恐維穩，他们的終極任務就是在2、3環的鋼筋水泥裡打中火力巷戰，死守北京城，並掩護中央機關撤退。
簡而言之，衛戍區保的是北京城這塊大面和各種核心機構。不過衛戍區的防線再硬，也只能停在紅牆之外。在衛戍區防線的更深處，在中南海那道厚重的紅牆之內，還藏着全世界政治門檻最高的那位力量——中央警衛局。如果說衛戍區是御林軍，那中央警衛局就是真正的大內貼身侍衛。這支部隊在民間有個如雷貫耳的歷史代號8341部隊，不過現在叫61889部队了。他們的核心 KPI 就是死死護住黨和國家最頂尖領導人，就是那些政治局常委級別的人，保他们絕对人身安全。中南海、京西宾馆、玉泉山，這些国家权力的神經中枢，連衛戍區的兵都進不去，只有警衛局的人能站崗。他們平時一般穿便衣或黑西裝，看着像普通工作人員，但西裝裡往往就揣着微型冲锋槍。真遇到空袭，外面的衛戍區負責重火力打擊飛機，而警衛局的任務是瞬間用防彈盾牌和肉身把首長撲倒，火速塞進防爆装甲車，順着地下專線緊急轉移。體制給中央警衛局設計了一個精妙的雙軌制，軍隊系統只負責發軍饷配裝備，但真正能下達護衛調動指令的是中央辦公廳。養兵的調不動兵，調兵的不用自己養兵，外圍的野戰軍不管城內，守城池的衛戍區插手不了保首長的警衛局。平時這幾股武裝力量同處一座城市，互相嵌套，卻擁有各自獨立的匯報線。這套絕妙的權力切割，在防範內部軍事風險上堪稱教科書級別。沒有任何一個層級的將領能憑一己之力同時調動城外的大軍、城內的禁軍和紅牆裡的禁衛。所有的指揮權最終只能匯聚到深埋在西山地下的中央軍委聯指中心，那兒由平平總負責。啥都要請示，可萬一明天傍晚真有幾十架無人機順着通州運河往 CBD 扎，底下的防空連長或者直升機飛行員難道還要層層打報告，等中南海批條子才能開火嗎？那黃花菜不都涼了？北京針對突發情況，難道沒有不需要請示的應急預案嗎？當然有了。很多人對中國軍隊有個誤解，以為不開會就不能開火。為了應對突發空襲，中國早就建成了高度自動化的綜合防空系統，警方、衛戍區和陸航部隊有着明確應急預案。雷達一旦鎖定異常目標，系統在幾毫秒內就能把坐標分配給最近的防空陣地。基層指揮官在授權範圍內完全擁有直接扣下扳機的物理權限。但問題恰恰出在這兒了，應急預案說不需要請示，不代表人敢隨便開火啊。美國智庫蘭德公司和美國空軍大學在近年評估解放軍聯合作戰指揮體系時，說出了這個系統最致命的死穴：技術上的自動化掩蓋不了制度上小心翼翼、政治避險的心理。比如這次撞中國尊的事件發生了，一個正在值班負責處置的人就面臨着地獄級的抉擇。預案確實規定了他可以打，但他敢打嗎？如果他果斷開火了，萬一那是哪家高科技公司違規測試的飛機呢？萬一他打出的穿甲彈脫了靶，像暴雨一樣砸碎了下方商場的玻璃，造成平民死傷呢？萬一中的萬一，他在信息混亂中誤擊了一架正在由中央警衛局護送、隱蔽撤離重要領導的專機呢？在西方軍界推崇的任務指揮邏輯裡，交戰規則會給一線士兵提供免責保護，只要按規矩辦，打錯了也是系統背鍋。但在中國這套高度強調絕對安全、絕對不出政治錯誤的雙手掌制文化裡，基層軍官缺乏戰術自主的膽量，連高級將領都能因為不講規矩被一夜抓走。一個基層連長怎麼敢在一座2000萬人、滿地都是部委大樓的首都，獨自承擔可能引發巨大政治風暴的開火責任呢？結果就是，當遇到預案上沒寫透、後果難料的模糊襲擊時，體制內本能的避險心理就被自動激活了。儘管手裡有開火授權，但操作員大概率會看一眼連長，連長會跟旁邊的政委商量，政委要求馬上核實並上報衛戍區，衛戍區可能還要緊急連線戰區空軍和軍委聯指中心，反覆確認。這不是沒有預案，而是那本預案給不了他們政治上的免責金牌。西方情報界得出的一致結論是，這套系統防政變堪稱完美，但在面對突發威脅時，它的政治謹慎大概率會壓倒戰術果斷。等那個核實完畢的開火指令一層層匯報終於傳回基層連長的耳機裡時，哪怕只耽擱了短短2分鐘，一架時速150公里的無人機已經在這2分鐘裡安靜地飛出了整整5公里，足夠他穿過國貿，一頭扎進長安街的核心。王局，拉着呢。狗剩啊，这周的节目怎麼還沒發我郵箱啊？電腦壞了。壞了就去買新的呀，公司差你這點預算啊？不行啊，總書記剛發了紅頭文件，
電腦屬於戰略級高精尖設備，採購必須先過技術部門審批。那你去找技術部呀。技術部全員去梁家河團建了，下個月才回來。哦，真耽誤事。那你就先去隔壁部門借一台用着。規定說了，借用固定資產價值超過1000塊，必須有部門領導的親筆簽字。那你簽啊。部門領導說了，空口無憑，簽字前我必須先寫一份跨部門資產借用風險評估及免責聲明報告，說清楚為什麼要用，用幾小時，掉一根頭髮，算誰的？那你倒是寫啊。我手寫了一份，部門領導也簽了，但是行政說手寫的字跡太潦草，不合規，不嚴謹，容易被審計查，必須提交電子打印版。那你用電腦打印出來不就行了嗎？王局，我電腦壞了。壞了，你不会去借一台打印嗎？借電腦需要部門領導簽字的打印的報告啊。那你就打印報告啊。王局，我電腦壞了。那你就……狗剩啊，在外面吗？那个，给我递卷纸进来呗。办公室早没纸了。没纸，你去行政仓庫領啊。行政說了，衛生紙屬於企業關鍵消耗品，單次申領超過3張，必須由您本人親筆簽字。手寫行嗎？不行，行政說必須提交電子打印版。我電腦壞了。那啥，王局，我先下班了。下面特別講講北京怎麼防禦無人機。就在咱們做這期節目前的2週，烏克蘭對莫斯科發動了開戰以來最大規模的一場低空無人機飽和襲擊。那一夜，俄羅斯國防部驕傲地宣稱，他們在首都周邊成功攔截了194架無人機。聽起來戰果輝煌，對吧？但在城市防空學裡，這就是徹頭徹尾的災難。在荒野戰場上，防空網攔住90%的目標，你就是王牌了。但在2000萬人口的超級都市裡，194架被攔住了。只要有幾架漏網了，鑽進了克里姆林宮東南15公里的莫斯科煉油廠，半座城市的汽油供應就會被瞬間掐斷。然後衝天的黑煙能讓全城人的心理防線直接崩潰。而且之後復盤，莫斯科市區裡好幾處公寓樓和商場的慘烈火災，還不是烏克蘭人炸的，是俄軍自己攔截拖把的防空導彈砸下來引爆的。當你在城市上空擊落一枚炸彈時，你並沒有消滅它，你只是強行改變了它砸在地上的收件地址。咱現在把莫斯科換成北京，把克宮東南的煉油廠換成長安街沿線的國家部委。假設在一個盛夏工作日的晚高峰，上百架造價不到1萬塊錢的無人機悄咪兮兮過來，為了防住這片低空黑雲，這台機器在二環裡暗藏了3把看似挺科幻的防禦尖刀，但每一把刀拔出來，都在和天理、和物理、和這座城市的繁華進行着痛苦的互相絞殺。第一把刀叫通感一體化，網上有個說法，如果有無人機來了，全城就開啟大功率微波武器，1秒鐘讓無人機全掉下來。打住啊！微波是無差別電磁殺傷，在二環裡開這玩意兒，等於你自己引爆了一顆電磁脈衝彈，敵人的飛機沒掉下來，你協和醫院的呼吸機、國貿的電梯、全城的金融結算系統全得瞬間燒毀死機。所以北京的辦法是把城市裡海量的 5G 基站1秒切換成低空雷達網。但真正懂雷達的軍工專家看到北京那片密密麻麻的摩天大樓，只會感到深深的絕望。北京是座鋼鐵森林，雷達波打進 CBD， 會在中國尊的玻璃幕牆、央視大褲衩的金屬框架，甚至3環路密集的車頂上產生上萬次瘋狂的折射與反彈，在雷達屏幕上啥也看不清。所以現在情報社區又傳出正在開發視覺識別系統了。還有第二把刀，幻覺，就是 GPS 擾亂。這招其實北京的網約車司機天天在替他做體檢。常去中南海的觀眾朋友們肯定知道，只要車開到中南海重要部位周邊，手機導航經常會瞬間漂移到幾十公里外的密雲水庫，這是核心區在常態化發射高仿的虛假衛星信號，讓那些依靠 GPS 飛過來的無人機一進二環就能原地懵逼迷路。這招堪稱電磁魔法，但它有一個死穴，它騙得了高科技，卻騙不了 AI。烏克蘭最新的無人機不要 GPS， 不接收任何外部指令，這架飛機進入了絕對靜默的盲飛狀態。它靠芯片裡預存的北京3D 衛星地圖，加上機頭一個幾百塊的高清攝像頭，自己識別目標。它一邊飛一邊比對，看見通州大運河，左轉；看見央視大褲衩，右轉，鎖定那道紅牆，速度加滿，你一點辦法也沒有。還有一把刀，就是用激光武器。中國享譽全球的沉默獵手激光炮，
能在幾公里外悄無聲息地溶穿碳纖維，可老天爺不給你完美的權利，只要北京入冬或者趕上一個悶熱的桑拿天，空氣裡濃密的 PM2.5 和水汽就會變成億萬面微小的散射鏡，原本能在2公里外切碎鋼板的死神之光，在濃霾裡走不出500米，不用風吹，走2步就散了，霾成了敵人最好的防彈衣。你看啊，盘完這整套體系，拋開剛才聊的那些技術和體制上的 bug 不談，北京的這面網其實已經織得足夠密了，幾乎把所有能預見的外部威脅都算了個滴水不漏。可他唯一沒算到，是上周5開那架飛天老頭樂的人，他究竟是攒了一肚子什麼樣的東西，才會把油門推到底，直直的朝這座城市最金貴的中國尊撞過去。萬億堆出來的防禦系統解決不了人心那個最要命的問題，因為人這東西太複雜了，同一顆心盛得下善良，也撐得滿仇恨。咱們誰也別拍着胸脯說自己這輩子就穩了，一場沒錢治的病，一張不講理的拆遷單，一樁告了10年也没人接的狀子，就夠把一個早上還在公交車上讓座的體面人推到天台的邊上。你能在90秒裡搞定一枚洲際導彈，是因為它在你的頻率上、方案裡，但你搞定不了一個被逼到牆角的普通人，因為他根本不在天上，他就在你腳邊，在你以為最太平的那片晴空底下，跟你擠同一節早高峰的地鐵。所以讓手裡攥着力量的人頭頂上始終懸着一把制約他的劍，讓摔進谷底的人在墜入深淵前有一張兜得住他們基本生活的網，讓受了委屈的人總有個地方能把这口氣正经討回來。這3樣齊了，走到絕路上的人才捨不得拿一條命去換那一聲悶響。這3樣缺了，你 GDP 翻它幾番，再蓋起多少座528米的玻璃塔，也澆不滅一個人心口的仇恨。北京的這套防禦系統，他獨獨沒扛住的，也正是那一個人，一個被這片土地拉扯着長大，又被這片土地推到一邊去的人。好了，我是張狗剩，咱們下期見。